网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德国的科隆，因为今天天气不错，所以我出来拍一拍，一边走一边拍啊。这是我们看见这个楼啊，就是微软的一栋楼。这一带呢是德国科隆居住环境最好也是最贵的地方。我们在10几年前在附近买了一套房子，所以相对来说这附近环境还不错。当然我们家的房子也不值钱了。我今天要说的话题呢是关于又是英国 BBC 做出来的一个可以说是做出来新闻吗？可以这样说吧。它是关于中国人工降雨雪的。它的题目是呢，中国人工降雨雪控制天气的雄心和邻国的担心。你看，他取这个话题的时候就不怀好意了，对吧？文章的开头他就说了，北京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但是如果有一天乌云几乎消失，太阳出现，那或许意味着北京将举行重要的政治会议，或者是国际意义的活动，这不是巧合。然后呢，用了一张可能是过滤过的照片，就是表明呢中国是，比如说表明北京是污染最严重的一个城市了，不适合人类居住的。这是 BBC 做新闻的惯用的手段。好，今天呢是关于中国人工降雨、人工降雪的啊。因为中国当局目标啊，他是说了，目标是到2025年让人工增雨增雪作业面积要达到550万平方公里，也就呢占中国的面积大概是60%左右。但是又说这个技术还有待考证，会引起怀疑等等。好了，然后话锋一转，他说什么了呢？他说这个技术啊会引起邻国的关注。为什么呢？他说中国如何控制天气？想想看，这种冷战的语言，控制天气。因为西方啊一直以来就是说中国控制他们的公民，然后呢是全天候的监控，是监控的国家，公民没有隐私，人脸识别也是对公民的监控。但是他没有想到，英国伦敦是全世界可以说摄像头最多的城市之一啊，是排在应该是前10的吧，或者是前5的。好了，他这里说中国控制天气了，由这个词可以想到他们以前报道的中国控制这样，中国控制那样，所以让大家联想到，你看看中国那么邪恶的国家，连天气也去控制，你这个共产党啊！控制也太多了吧！中国使用一种被称为拨云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已被全世界所知。这包括将碘化银等物质散播到云层中，试图使它们产生降水，这是一种改变天气的技术。许多国家，你看他已经说了，现在啊，许多国家使用这项技术，印度也在使用。因为这篇文章他说来说去，其实它的重点还是说到中印冲突的，所以他在这里你看他说到印度了，他是为后面打伏笔的，所以说他们这 BBC 做新闻呢做得非常老道。然后这篇文章还说中国现在也利用高科技来进行人工降雨，比如说利用无人机等等。好了，后来呢这文章他引用了一个台湾的所谓的什么研究人员2017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天气活动缺乏协调会导致邻国之间指控偷盗降水。你看看英国 BBC， 然后呢用这个做标题，是小标题是中国偷盗降水，然后联系到邻国印度，他从印度人的口中说中国进行偷盗降水。它主要是指中国在边境搞人工降雨，然后呢把人家邻国的雨水把它偷走了。你看看，他通过这很小一件事情，其实呢是把这个读者带风向，可以这样说吧，就是相当于给读者洗脑。你看看中国又是一个邪恶的中国，连邻国的降水也要偷啊！
他以前是这样，中国偷这样偷那样，什么东西都是偷西方的。你看现在连雨水也偷人家印度的。说来说去啊，做新闻最老的真的是像 BBC 这种啊，还有 CNN 这种西方的媒体，无中生有，或者是另有所指，偷到雨水这种话也说出来了。现在真的，今天我看到这新闻用语的时候，我又一次被毁三观了。以前你说吧，你说偷西方的什么技术啊，偷西方的点子啊，可能有部分还是那个是事实，对吧？但是说你说偷人家邻国的雨水，你有那个技术，你也可以去偷啊，你也可以做人工降雨啊。你没有那个技术，我这里我需要降水，我为什么不可以？既然你那么大公无私，那你西方为什么不给人家非洲那个卖？不说送吧，卖那个疫苗，你西方为什么不给非洲还有其他那些发展中国家卖疫苗呢？人家不用偷，人家给钱给你也不卖呀。而中国提供疫苗了，又说中国是为了让这些国家形成依赖，如何，真是臭不要脸。反正我觉得英国这个国家也是五眼联盟当中一个极度不要脸的国家，极度邪恶的一个国家。说到邪恶啊，说了英国啊，我不得不说，英国的不要脸，他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他难道做人的最低的底线都没有吗？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啊，英国这个首相约翰逊，对吧？他一直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就是相当于美国的马前卒啊，什么都是跟着美国的脚步，而且是在美国之前当打手一样。反中比较有名的当然是排除华为了，对吧？对自己国家造成上10亿那个不是欧元，英镑的损失也在所不惜。反正呢，到2027年要拆走全部华为的设备，就是为了反中呗。还有香港这个海外居民护照的事情，也是为了恶心，为了政治而政治。中国政府马上当天午夜过后就声明不承认你这个所谓的海外公民护照，看你怎么样。好了，英国脱欧之后，可以预见啊，现在也已经很明显了，就是英国的经济会大受影响。比如说，特别是北爱尔兰里面，他们的超市很多货架是空的，因为欧洲大陆它的货进不去啊。而且英国是非常依赖这欧洲大陆的食品供应。现在等于是英国脱欧之后变成了普通的第三国，什么进口这些程序都要走一遍，所以它才会导致了现在进口特别慢。现在很多欧洲大陆的这个运输公司、货运公司都不想拉货到英国去了，司机也不想，因为路途的时间太长了，有的时候通关要等几个小时到几天。你看人家怎么去赚钱？人家司机是每公里赚钱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拒绝跑这个英国线，才导致了英国刚才说了，北爱尔兰里面超市里面很多货架都是空的，这是不是海鸥吧？是河鸥，对吧？他们在莱茵河里面，因为可能涨大水了吧，有那个渣，这些鸟就飞来这里，希望能够讨一点吃的可能。另外，英国脱欧之后，伦敦的这个金融中心肯定是会受非常大的影响，因为你变成一个普通的，不是欧洲大陆、不是欧盟之内的一个国家，普通的第三国，资金也不能够随便的像以前在欧盟境内那么自由流动了。那人家其他国家投资商，他肯定会撤离啊，撤离到什么地方呢？到法国，还有到德国的法兰克福或者法国的巴黎。所以法兰克福的那个房地产市场这几年涨得疯了，就是因为人家市场投资者他相信，他看准了这趋势，
人家投资人他就知道了，今后伦敦肯定会没落。你英国脱欧之后，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就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也就是说，最后的赢家那肯定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因为法兰克福是欧盟央行的所在地。还有法国，因为它有很多殖民地，它有这个文化的优势吧。那之后怎么办？英国的经济肯定会越来越差呗。所以你看看，应该是过年前几天吧，约翰逊这个人，政客就是政客，他的变脸啊比翻书还快，他的变脸比那个四川的变脸还要快。好，他前几天跟中国的一些投资商人说，我是最清华的一个人，你说要不要脸？我希望这些不管是中国大陆的还是华人投资商，不要听他的话放屁一样。政客的话，西方政客就是像放屁，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反正呢，怎么得到好处，他说什么都可以，叫你做爸爸都可以，把他老婆一让出来，可能他都愿意。这种民主制度选出来这种脑残政客，真的，我真的特别无语。像特朗普这种，还有英国的约翰逊都能够当一个国家的领袖，真的是让人又毁三观啊！我在西方几乎天天都被毁三观一次，还说最亲中的一个，他是最亲中的人，谁信呢？我看到这之后，我就觉得，哎呀。这个约翰逊他是西方人，真的不知道有要脸这事情啊。他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吗？他难道以为中国人都是3岁小孩的智商？不知道他以前对中国做过什么恶心的事情吗？还有啊，说到英国，这个大英帝国，日不落的大英帝国，曾经啊，英国是怎么样呢？五眼联盟中，刚才说了前3的最无耻的国家，世界最无耻的国家，就是五眼联盟当中的4个，除了新西兰之外，新西兰因为体量小，翻不起大浪。大家想想看，凡是英国殖民地的国家，它撤走之后，绝对会留下一个炸弹，定时炸弹，就是说留下一个有纷争的一个地方。像香港，你看它撤离之前就搞了许多东西，对吧？所以才有今天你看香港造成这局面，就是英国留下来的一些烂摊子吧，他是故意的。还有克什米尔也是啊，他故意留出一些能够引爆几个国家有矛盾的。现在你看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特别是中国和印度搞不清楚，他就是让这个矛盾把你这个国家把它拖住。英国就这样故意把这个矛盾一个导火索埋在那里，让你的国家之间产生矛盾，然后互相残杀，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这是非常非常恶毒的一个人种。像英国、安格鲁萨克逊，他们的文化是绝对是非常邪恶的。还有在非洲那些殖民者当时撤走的时候，你看非洲，大家看地图就知道了，他画的国境都是画直线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当时非洲这些，当时欧洲这些殖民国，他划分势力范围的时候，就是按直线，他不管你当地的什么原来的那个种族啊，或是民族啊，他不管，因为画直线对他们来说是最简单的办法。反正当地人也没有话语权，他们什么都控制了。现在世界上可以说很多起冲突的地方，就是因为他原来殖民者留下来的。现在绿灯了，我过去吧。你说，如果你知道这些内幕之后，也不算什么内幕，只要你知道一些历史，你就知道。如果你知道这些东西之后，你说你怎么能够服他们呢？你心里不服啊！他们这些就是今天口口声声说要是人权卫士的，就是昔日最残酷的杀人狂，就是他们自己把自己洗白。所以作为一个有文化的人，
你应该要看清一点他们的嘴脸，多读一些历史，不要被他们带偏，因为他们今天有话语权，他怎么想，怎么美化自己，但是呢，你不要去相信他们，要有自己的世界观。还有，我觉得作为中国政府，应该是这样，什么地方能够把他们打痛，你就怎么做。比如说像英国这样这么无耻的国家，他还占领着这个马岛啊，阿根廷的那个，你就跟阿根廷好一点，即使送一些武器给阿根廷也可以，让阿根廷跟英国去打，马岛把它拿回来，到时可能阿根廷对你中国感恩戴德都不一定，或者是送一些便宜点的武器，卖一些便宜点的武器给他，让阿根廷跟英国搞一仗，为什么不可以？当然可以了。阿根廷肯定也咽不下这口气啊，当年。还有西班牙，也可以帮帮西班牙嘛。西班牙它那里吉布罗陀，大家肯定知道，在一个要塞，就是非洲和欧洲大陆之间那个海峡，就是直布罗陀。英国它就因为是海权国家，它当时的船开到哪里，地理位置最好的地方，它就占下来，变成自己的。所以西班牙也咽不下这口气的。现在，这个方面也可以支持下西班牙嘛。反正哪个地方能够打痛英国的，你中国政府就应该怎么做，好吧？好，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吧。今天话题的中心呢是关于中国人工降雨，但是呢被 BBC 报道为中国偷窃邻国的雨水，是不是很无耻？你看 BBC 做新闻。那网友们，我们下期节目见。